不同的国家，不止新加坡了，因为最近因为那个冠状病毒的那个存在呢，然后好像好像在新加坡，我们有所谓的一个我们叫做阻断措施，从去年2020年呢，新加坡就实行了一系列的阻断措施。那实施过后呢，因为大家有一段时间就是不能随便擅自的去出门，除非我们有很很很很足够的理由了。那在这期间呢，有人去好像做一个统计呢，在新加坡的家庭暴力事件呢，在这个去年2020年4月实施后呢，去年的那个家庭暴力事件，每个月平均呢都增长了10%。现在我想啊，请问呢，在您的那个所属的那个地区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有没有家暴事件突然增长呢？即使没有家暴，你会不会发现说，关在家里，可能难免不是你所要了，难免会比较容易跟家人起了那个摩擦呢？所以统计数字说明呢，说去年一整年2020年呢，新加坡警方共接到了5135起与家庭暴力有关的那一方面的报案。可是问题是那些没有报案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哦。不过肯定的就是说，那个数字有增长的那个情况。现在是想，这个暴力事件可以发生在你我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至亲、关心的朋友和家人身上。那像统计数字对我来讲还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万一我们碰到了这个情况，或者我们至亲的朋友或家人碰到了这个家庭暴力的事项，简称家暴了，那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他们呢？我们又不是那个，如果我们不是那个专业工作者的话，怎么样去更好的帮忙呢？对这个课题来讲，我本身呢曾经是一个专业的社工，在新加坡当了社工大概有14年左右。然后期间呢，我们也学到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更好的协助一般人。那以下我想要分享一些简单的一些知识和常识呢，可以帮助一般的普通人更好的帮助他们的亲人。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周遭或者可能住在另外一个地区的朋友、至亲的朋友，或者朋友或者可能是邻居或者是家人，碰到这种家暴的情况，如何怎么样去协助？有兴趣吗？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最好的方法帮助他们，就是一定要学习关心和聆听。可是这个也不是简单的事，讲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当你发现到好像有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邻居或者一个家属亲戚，突然间跟你说：“哎，我碰到这件事。”然后你看了，很明显的是一个家暴的一个环境的话，那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很多人都不愿意告诉其他的人，他们碰到这种家暴的一个处境。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好像说从一系列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来发现可能有家暴的痕迹的足迹。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亲朋戚友了，他们在上网，然后做那些 Zoom call 的时候，然后发现他们很奇怪这边有淤青，然后身体有一些伤痕，然后那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又好像含含糊糊讲的那个原因也不是好像很逻辑性的那种，可能
这些都是一种警讯吧，来提醒我们说，也许有一些事情不对劲。但是从一个感受到家暴的一个受害者的那个角度来讲，他们很害怕，而且非常的恐惧，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他们碰到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可能是造成家暴的那个主因。哎，奇怪了，他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是那个主导的原因。然后有些人就害怕说别人的看法，所以他们不敢说。有些人是被恐吓，如果把这件事说出来，可能后果会更严重，所以他们因为恐惧的关系不愿意谈。所以周遭的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要用心去看，用心去听，用心去体会，因为这些那个家暴的症状跟那些警讯呢，like signals，那个让你好像知道说有这个家暴的可能性啊，其实很不明显的，一般的受害者都不会告诉我们说，嘿，我有碰到这个家暴的情况，要怎么帮忙？很多人都是在一种很无助、很无奈，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而且他们通常很多都处于恐惧，所以他们根本都没有想到说有办法可以帮到他们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作为广大民众，还有作为他们的朋友跟啊、那个亲戚朋友和邻居们呢，我们就要多一点用心去看，用心去听，用心的去观察，会不会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在新加坡，如果你很听到那些，这一个家庭，比如说你听到这个家庭每天晚上都会有场争吵，而且是很剧烈的争吵，一直有那个丢东西，那你有看到血迹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第一个打给警察了。我不太清楚说在其他的那个区域，你们会要打给哪一个呃官方当局？住在其他地区的朋友，可以不可以请你们分享一下，在那个情况下，如果看到邻居们碰到这种很严重的家暴事项的话，要怎么样处理呢？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就想说，碰到这种家暴的情况那我们一般人可以打给警察，但是有些情况就不太明显，我们不能随便就打给警察，因为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或者有些更糟的是蛮严重的，但是看不到那个状况，就是说他们是所谓的那个心理暴力，就是说那个暴力呢是通过语言谈、恐吓，所以看不到痕迹，看不到瘀伤，看不到那些争吵的那些痕迹，但是很多是语言上，比如说他们用那种很贬视人的那个语言呢、讲说你很糟糕啦，你真的是非常没有用那种语言来让这个人感到让那个家暴受害者感到非常的自卑，非常的无助，这也是一种心理的方面的一个家暴，哎，可以用在，然后有些在家暴的那些受害者，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孩，可能甚至连满月都不足，哎，都有发生过。所以这家暴的一个事情，如果要真正的去解决的话，也需要广大民众的帮助和警惕。但是你跟我说，哎呀，我每天都要这样警惕这个过活，那怎么很辛苦嘛？又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当然不是你的工作，所以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注意。但是有些东西很奇怪，就是说我们不去刻意注意，但是那个问题就明明就在我们面前，很清楚的放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去用心去看，用心去聆听，用心去察觉到底是不是有真的一个家暴状况的发生吧。那怎么样问呢？因为有时候我很难问那个人说：“嘿，你是不是家暴受害者？”
没有人会跟你说的嘞。有些人会跟你说了，不过很多人听了他就不敢讲了，怎么办？要这样问？大家想不想知道说要怎么样跟一个家暴受害者了解情况，知道怎么样的去询问呢？大家可以呢，就如果观察到一些那个警戒的状况啊，比如说瘀伤啊，或者他们哎比以前的性格更好了。有时候我们就是他们不敢再跟你出门了，他们也不太想要做什么了，就是有点不对劲了。那我们作为朋友、亲戚或者邻居或家属的人呢，我们可以这样问，用简单的问呢，就是说，用个关心的角度去问，说，诶，呃，你会不会感觉到好像在你生活中有人好像没有真正的尊敬你，或没有好像进来，还是我们可以问简单的开场白说：“你进来好不好啊？有没有人好像说亏待你啊？”不过有时候问了很难问呢，所以有时候要用心去问，不管你讲什么话，其实只要用心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哎，很关心你耶，我最近观察到你有一些那个淤青伤痕，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感觉到恐惧的啊？”然后就问了就不要讲太多话了，就聆听吧，给那个人有那个空间去讲述他的状况。对，保持沉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说用心去问，然后用心去表示关怀过后，就保持沉默，然后用心的去聆听对方要讲什么。那我重新再去解答这个步骤吧，就说要怎么样去跟别人表达的关系呢？第一，就用心的去关心的人，然后用心的去问，到底什么问题，要用什么方法问呢？其实很多种，可是最重要的是用心去问，因为对方会感受得到的。然后呢，问了那个问题过后呢，就主要重点就是要问那个人有没有好像说经历一些困难啊，或者有没有好像说呃经历家暴，那我们才懂得这样子帮忙他们嘛。所以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直截了当的问；如果你不喜欢直截了当，你就可能要婉转的问啊。但是最重要的是用心去问，问了过后呢，保持沉默，聆听，给那个对方呢一个机会去表达，因为很多这些家暴的受害者呢，都非常的生活在恐惧或者无助当中。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相信有人会愿意去帮助他们或者伸出援手。当你给他们那个空间、那个安慰、那一份关怀和关心的话，这个还是重点。不管你说什么，关心、关怀和那个就是愿意聆听他们的那个空间，那是很重要的。这些你不需要，当然我知道说，因为冠状病毒的关系，很多人不方便出门，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啦，通过视频啊，或者通过不同的方式了，可以用那些简讯啊，不同的方式，看哪个适合你来了解情况。每个国家、每个区域呢，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专门为这些家暴受害者设的一些社区和官方的那些管道，
来援助这些大家这些家暴的那个受害者。所以新加坡有不同的一个那个家暴的一些寻求援助的号码。那我希望今天的直播呢，让大家有更好的了解不同的一些怎么样的去如何呢，更好的去协助我们生活周围可能受到家暴所影响的一些家暴受害者，如果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伸出援手，为他们让他们找到适合的管道寻求援助呢？重点就是用心的去关心。